Welcome back to Amplify Channel, the best place to learn table tennis. Why Felix Lebrun chose Penhold. Expert analysis by Chen Jian. Hi, I'm Emrat Thich. With the help of Lebrun Chinese fan,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his amazing interview, Chen Jian and the Penhold inspiration of Felix Lebrun. When we talk about the rebirth of Penhold in modern table tennis, one name always comes up, Felix Lebrun. But behind Felix's choice of the Penhold grip, there is an early influence. Chen Jian, a Chinese penholder who once reach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ranking and later became a coach in France. 10年不到，回国10年吧，我16年回来的。他已经从懵懵懂懂的一个小孩，现在成了世界超一流选手。Il y avait un Chinois qui était 30 mondial. Je suis arrivé dans la salle et j'ai vu jouer, j'ai dit waouh, il est trop fort, je veux faire comme lui. Felix Lebrun, start playing Penhold. His name is Chen Jian. 第一个反应，首先就是说是肯定是 Felix 他的这个天赋，肯定是我现在直排运动员当中的话，应该是属于最高的几个人之一了。因为你们也知道，就是说是国外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会懂直拍的那些教练，那么相当于他这个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摸索，完了以后再加上他自己的个人的努力和天赋，然后他能达到现在的超一流的这个水平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陈教练你好，你以前在法国伊斯特尔跟勒布伦兄弟的父亲同一个俱乐部，你也进入世界前30名，您是直拍选手。首先，你以前和勒布伦兄弟的父亲斯蒂芬·勒布伦关系是怎么样的？他既是我的教练，又是我的，跟我又是队友。我们平时就是说是，如果说没有比赛或者是休息的时候，我经常会去他们家做客吃饭啊，或者是跟他们玩啊，或者是在一起，然后又是家人朋友。Petite anecdote, il m'avait même appris à compter en chinois. C'est vrai. Donc il n'y avait pas que le ping. 那一开始那个时候就是您教他怎么拿这个直拍的是吧？对对对，最基础的一个握法，包括整一个打球的一个感觉、指法。小时候呢，具体的怎么握呢？我是教他，比方说是打正手用什么力，打反手用哪个握力。那时候他不一定听得懂，但是呢，我是跟 Stephen，我是跟他交流的。你应该想不到他会变得如此强大，并且有一天在巴黎奥运会获得奖牌吧？那肯定，这个的话确确实实是没有想到的。我回国才几年，10年不到，回国10年吧，我16年回来的。他已经从懵懵懂懂的一个小孩，现在成了世界超一流选手。同时，确实是也祝贺他们2兄弟。Felix 他的这个天赋，肯定是我现在在直排运动员当中的话，他的属于最高的几个人之一了。现在我们来聊聊他的那个直拍拿法吧。Felix 的拿法和一般的直拍选手不同。你主要想知道一些什么？因为我们现阶段打直板有几种握法，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自从我们也知道中国的选手王皓、许昕，对吧？他们获得成功以后呢，他们是没有反手的推挡，那么他们后面的手指头，为了偏向于球拍更稳定，能够出更高的质量，他会把这个手指头基本上是属于是顶直的状态，这个的好的地方就是说是我的整一个中远台也好，整个拉球的质量、正反手弧圈的质量它会更高。相对的弊端是什么呢？台内球的处理、小球的控制包括发球的一个变化，它相对会减弱一些，会受一些影响。那么我看了 Felix 的握法，他的这个呢，因为我当时的时候呢就有推挡嘛，所以说我就握的相对这个手指就跟原来的老式的直板会有点相像，它不会顶得那么直，因为我更注重的是台内球、前3板。是这种感觉。那么我看了一下 Felix 呢，也延续了这一个，
他整一个呢，当然他后续的就是后面的那个相持球呢，他等于是自己进行了一个提升。他的前3板为什么他就优于现在目前包括中国的直板选手的前3板都没有他那么强？因为他的握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一个你像菲利克斯的发球发得特别好，完全取决于他后面是弯曲的。他如果是直的话，他就发不出来，因为手腕受到限制，他的整个是弯曲，他的手腕他能够更大幅度的旋转转动，导致他的整个球的质量会更高。那么包括他的台内处理球，因为他的手指是这样的，那么他的整一个台内处理球会相对更加灵活，更加好处理。他这个唯一的一个有可能目前看来，他相对来说会比较受点影响，就是他的正手拉球质量没有相对于就是说，如果把手指头顶直以后，这么有质量，但是它的质量也还可以，因为它通过它的身高，它的整个力量也弥补了它一些那个正手的那些不足，反手质量够了，可以，而且反手还有就是因为握拍的原因，还能拉出侧旋，这个是非常好的。他正手还有个特点，就是他正手是贴到底的。那这个方面上，也是你教他贴到底，还是他自己啊？这个呢，属于他的个人习惯问题。他觉得这么握到底以后，他这个球拍他不会滑，因为我们光粘着握的木头，有的时候会很滑。因为他在胶皮上面，他的手指是相对更加固定。那么他从发球开始，你看他的发球是这么发的，对，这么准备，这么发的，对吧？这么去转，他这样的话，手指他是更好去用这个食指的力，更好去把这个旋转。您认为菲利克斯，是个例外吗？或者直拍跟横拍相比，直拍仍然有未来吗？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是应该是没有绝对啊，没有绝对。现在虽然就是说是好多都是以横板肯定是主流嘛，横板肯定是主流。应该这么说，对于直板选手要求更高，它更高的是它的综合能力，要比相对横板的选手要有更强大的那种综合能力，他才会等于说超越这个横板选手，他只能是这么说。因为自从乒乓球改革完了以后，他对直板选手确实不是特别友好，对吧？相对来说，你看，旋转变弱，是吧？完了以后力量变大，然后那个速度变慢，那么你包括直板的一些细小的一些变化什么的。直板的整个味道相对来说会差一些，那整一个威胁也会小一些。那么所以说你要从这一块来看的话，你直板选手你要想打好，你肯定要一天赋更好，二更加努力，然后这整一个综合能力、综合素质要更高。好。最后陈教练，作为勒布人粉丝，同时也是一名直拍选手，我想对您说一声谢谢，感谢您为直拍的传承做出的贡献。我也会继续用我自己的方式推广直拍。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com.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